和贺思年结婚当天，我为凑齐我妈的手术费，我只能当场把彩礼从8.8万改成58万。思年，思年，我诗音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思年，能不能把彩礼加到58万？我需要钱。好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答应你。谢谢你，思年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现在请新郎新娘互戴钻戒。接下来，请新郎对新娘说出爱的誓言。诗音，未来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牢牢牵着你的手，陪在你身边。我会用生命去爱你，去呵护你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但是，捞女，你配？从此，贺思年任由别人称呼我是明码标价的捞女，而他在外风流不断。贺少，还是你会享受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红旗？你说宋诗怡啊？她呀，算不上什么旗，明码标价，银货两起，58万买回来摆家里图个清静，省得有些人老是往我身边塞人。贺少，你这买卖真划算，这宋时宜倒也算是尽职，你在外面都玩这么花，她也不吵不闹。捞女的本分嘛，就是拿钱闭嘴。捞女的本分嘛，就是拿钱闭嘴。太轻易，倒是做得好嘛。来，甚至在结婚3周年纪念日当天，我肠胃炎发作，连152块的医药费都付不起，而贺思年却在全海城高调直播，给新欢放盛世烟火秀。啊，你看。喂，不是叫你别打我电话吗？又怎么了？别装死！宋时宜，你说话呀！说话，宋时宜。
何思年，我们离婚吧。这回要多少钱啊？5万、10万，还是15万？思年，你今天随意捐赠路边的乞丐的50万，怎么到了宋小姐这儿反而这么小气啊？因为有些人，他就值这个价。何思年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，精准地刺入了我的心脏。可我和何思年也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。是哪个田螺姑娘？我真切地感受过她的爱。啊你别闹，你看颜都洒多了。来，让我尝尝啊！不是你别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咸？不行啊，很好吃，你做的都好吃。真的吗？这么难吃，你怎么吃得下去的？不咸，只要是你做。诗怡，我吃过很多地方的美食，但只有你做的味道才是烙进我心里的。就你会说好听的哄我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做的菜，我何思年可是要吃一辈子的。是吗？说话算话。那段时间，何思年给予的爱那么耀眼，那么滚烫，让我深信不疑，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。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我在等你啊，没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可睡不着。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，何思年是我永远不会失去的港湾。可自从我在结婚那天改了彩礼之后，思年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何思年看我的眼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爱意，可我还是天真的以为裂痕可以修补，把从前那个何思年找回来。趁热吃吧。嚯哟，这么丰盛啊！宋诗怡，这顿饭你打算收我多少钱啊？吃之前先标个价吧，我怕我吃不起啊。今天晚上睡一次需要给你多少钱啊？报个数，报个数。何思年，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？那天改彩礼是事发突然，是我妈突发脑溢血了。如果钱不到账的话，手术没有办法进行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才会在那种时候对你开那个口。为了钱，连自己亲生母亲的命都可以用来当做撒谎的筹码。宋诗怡，结婚以前我以为你只是有点虚荣，现在我才看清，你不仅贪得无厌，心思还如此歹毒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可是3年来，1000多个誓言，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去解释、弥补，在他眼里都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戏码。直到今夜，
最终耗尽了我对曾经那份感情天真的幻想。宋时宜，你说话呀！要多少？说。何思年，我说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只要离婚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们去民政局把离婚登记办了。离婚啊？好啊！你帮我当初买你的彩礼58万，一分不少的给我退了。让我看看，你是不是真的舍得放弃我贺家的富贵？富贵，所有人都说我嫁给贺思年是麻雀飞上了枝头，成为豪门富太太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可没人知道，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我没有花过贺思年1分钱，包括那笔58万的彩礼，后来根本也不在我的手里。而且在这3年里，我之前工作攒的钱早就用在我妈的医药费上，现在我身上连100块都没有，又从哪儿来凑齐58万还给贺思年？哇，快看！天哪，贺总看到女朋友的眼神简直都要拉丝了，这也太爱了吧，简直是霸总召集现实啊！对啊，听说啊，今天是他女朋友生日，他白天的时候许愿想看一场烟花秀，贺总就豪掷100万帮他实现这个愿望。唉，真的是太羡慕了。不过我听说贺总好像有名没正娶的老婆，那怎么了？豪门男人左拥老婆右抱情人，多正常啊！再说了，谁不知道他老婆就是个捞女？那种女人眼里只有钱没有爱，才不管贺总在外面有几个女人呢。他们都以为贺思年是左拥右抱的花心富二代，而我是眼里只有利益的捞女。但是只有我知道，我和贺思年之间也曾有过珍惜。师爷，我和贺思年算是童话故事照进现实。他是名门贺家的嫡长孙，贺家未来唯一的继承人，而我家境贫乏，还有个常年卧病在床需要赡养的妈妈。看，给你的，喜欢吗？怎么了？不喜欢？我立刻再去买一束。思年，怎么了？我们到此为止吧，到此为止吧。给我一个理由，一个能说服我放手的理由。我妈妈病了整整10年，我所有的工资、所有的积蓄都填进去了，现在家里只剩下负债和病床上的妈妈。我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个简单美好的宋时宜，我就是个你一碰就会沾上一身麻烦的拖累。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。宋时宜，你听好，阑珊的人你不是拖累。第二，我爱上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美好的幻想，我爱上的是那个明明自己活得那么难，却还在医院走廊对陌生小孩微笑的宋时宜，是那个为了一份方案熬夜到天亮，眼里却还闪着光的宋时宜，是那个提起妈妈时眼底有担忧，却更有无穷韧劲的宋时宜。你的坚强，你的脆弱，你的骄傲，你的困境，所有这些加到一起，才是完整的，让我无法抗拒，只想留在身边的宋时宜。你的过去，我来不及参与，但你的未来，每一分每一秒，
我活死你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未来不管你去哪，去做什么，都不要忘了你的身后有我在。不要推开我，不要，好吗？你是不少人都说我能遇上贺思念是我一生所幸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可那场我期盼已久的婚礼，没有成为童话的允许，反而让我贴上了撕不下来的捞女标签，还散尽了他对我的爱。可直到后来，我才知道。医生，我妈妈她怎么样？手术还成功吗？宋小姐，你母亲没有生命危险，刚才那一切都是贺夫人对你的考验，她想看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做贺太太。你说什么？考验？贺夫人让我转告你，你的表现她并不是很满意，要是想继续坐稳贺太太的位置，还有待努力。还有，贺夫人接下来会为你的母亲安排更好的医疗团队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她希望你对这件事能守口如瓶，尤其是对贺思年先生。原来一切不过是豪门的一场游戏，而我根本不敢拿我妈的性命做赌注。所以后来不管贺思年怎么误解我都没有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他。可后来在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他出轨后，我还是终于忍不住发疯似的跟他闹了起来。思年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对我？宋十一，从结婚那天起，你坐地起价，把我贺家的颜面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。现在不过是我用钱换来的你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？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？后来贺思年更加肆无忌惮，身边的女人换了又换，而我整日只能靠着安眠药入睡。如今一切都该结束，我和贺思年是时候放过彼此。妈，你放心，等我处理好一切，就来专心照顾你。张阿姨，麻烦帮我开下门。张阿姨，张阿姨，你在吗？夫人，贺总刚才定了门禁，超过晚上10点钟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也包括你。什么？夫人，现在是10点01分，已经超过了门禁的时间。不好意思，夫人，请你不要为难我。不是我。我突然想起大3那年，我因为兼职错过了学校的门禁时间，当时也像这般无助，是贺思年如从天而降的天使般出现在了我的眼前，带我回了这栋别墅。十一，这里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，以后
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是无论多晚，你都可以安心回来的地方。是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可以找到我的地方。所以，让我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，好吗？这里太好了，好的不真实。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。誓言，这里有了你，对我来说才是最完整的家。如果没有你，这里再大再华丽，对我来说也只是一座冰冷的房子。所以，你愿意成为这里的女主人吗？而如今，眼前这个曾被称为家的地方，现在只让我觉得格外的冰冷、陌生。哟，太太，哎呦，你怎么没有去找个酒店住啊？张阿姨，哎呀，冻坏了吧？赶紧进屋，我给你煮点姜茶暖暖胃啊！谢谢你，张阿姨。冻坏了吧？饿了吧？吃点热的，暖暖胃。谢谢你啊，张阿姨。结婚3年里，只有张阿姨坚定不移地相信我。夫人，你不是贪慕虚荣的女人，你这么做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。我相信你。可那时我与张阿姨相处的时间不过我结婚前来这里玩的寥寥几次，但就是这样的她，选择了相信你，而口口声声说爱我的贺思文，却始终不肯相信。想来也是可笑。夫人，贺总虽然一直介意你们之前婚礼的事情，但是我一个过来人看啊，他心里是有你的。都怪你，昨天晚上都不知道节制一点，人家现在的腰好酸啊。怪我啊，我给你揉揉。最后却仍觉得值得。讨厌啊！别闹了。抱歉，打扰你们几分钟。又怎么了？没看见我在忙吗？贺太太，原来你在家呀！我还以为昨天你过了门禁回不来，去其他地方了。这是我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欠你的钱我会慢慢还给你，1分都不会少。还？你连工作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还？啊？原来他知道我这3年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怎么还是我的事，就不用你费心了。
贺太太，你这个协议里错别字怎么这么多？你在哪找的律师？这么不专业？我没钱请律师帮我拟定协议。这份离婚协议是我昨天晚上坐在冷风中，根据网上的模板一点一点敲出来。哎呀，宋世隐，你闹够了！你以为你提离婚就可以引起我的注意了？收起你那些低级的小把戏。行了，我和心月还有事要干，出去。出去。出去。我也曾在这扇门外哭干了眼泪，求你开门，求你听我一句解释。思年，你睡了吗？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对，可今天是我们的新婚夜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不要这样？我现在对你没兴趣，别来烦我。思年，思年，你听我解释，思年，我求求你开门吧，思年。3年后，还是这扇门，还是被你拒之门外。但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苦苦哀求你了。千年不会还清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我又开始找工作，这次我不再向各公司投去简历，而是选择了一家工资高的会所做保洁员，因为当保洁不用做背调，在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，更没人会冷嘲热讽我是捞女。小宋，你去带点东西，把305包间收拾一下。好的，经理，我这就去。来，大家一起干杯！来喝酒。你好，打扫卫生。哟，这不是贺太太吗？怎么是嫌我们贺总赚的钱赚的不够多吗？怎么来会所当保洁员了？十一姐姐，原本呢，听说你在这里工作，我是不相信的，没想到你真在这里上班啊！怎么，你是很缺钱吗？你要缺钱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嘛。但是姐姐，4年说了，人呢不能不劳而获。这样吧，你喝一杯酒，我给你1万块钱。这么多，给这么多，这样很公平吧？这么多哇！1杯酒1万块，我只要喝58杯，就能凑够还给贺思年的钱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。好。
再喝呀！多爽快，肯定会喝。怎么，这才喝了1杯就不行了？我看就是故意装胃疼，扮可怜，想糊弄过去。为了钱，你还真是能屈能伸。你什么都愿意去做。11姐姐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我看只要给的足够多，还是很能豁出去的吧。只要你今天陪他们一晚上，我就答应你离婚，答应你离婚。只要你今天陪他们一晚上，我就答应你离婚，答应你离婚。宋师爷，你既然那么想要离婚，那不然就让我看看你的决心。4年啊，你说今天还要带我去宴会呢，我们可别迟到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是个二手货，但还算有几分姿色，这个大便宜的。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。宋师爷，给我来碗醒酒汤。宋师爷，我醒酒汤呢？聋了吗？贺总，您醒了。夫人她昨晚上没回来。只要你陪他们一晚上，我就答应你离婚。你既然那么想要离婚，那不然就让我看看你的决心吧。难道他真的不可能？对，他绝对没有这个胆子。哼，他真是本事不见长，脾气见长啊！他还真的敢整晚不回家，翅膀都还没硬，就想飞了。是。贺总，说吧，昨天晚上宋十一是不是找你帮忙啊？我就说他跟我提离婚，就是欲擒故纵的烂招数。紧急新闻：昨天晚上10点15分，云来酒店一宋姓女子遭遇侵害后不幸身亡。昨天晚上10点15分，云来酒店一宋姓女子遭遇侵害后不幸身亡。齐安，我们昨天晚上去的是这儿吧？是，没错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巧合。这个女人一定不是宋诗怡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贺总，我来就是为了专门给您说这件事儿。昨天我听您的安排，一直在酒店门口等着，想着夫人一打电话我就冲进去。可是我们都忘了，您早就让我把夫人拉黑了。什么？都怪我，才会……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的？不可能，宋诗她不会有事的。都说坏人1000年，像她这么坏的女人是不可能轻易死掉的。我要去找她，她现在一定在酒店的某个角落等着我去找她的。思年啊，思年，你要去哪儿了？你不是答应了今天休假陪我的吗？而且我今天穿了一件很特别的内衣，是你喜欢的颜色，你要不要看一看呀？你滚开！思年，你怎么了？思年，你别吓我！你最好祈祷宋诗不会有事，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包厢里的那群朋友。思年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把他给我看好了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让他离开别墅半步。思年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听我解释。思年，你放开我！会的，新闻上那个人只是和11同名同姓而已，绝不可能是11，只是同姓而已。昨天我在包房外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有个人说11要陪那些人1晚上，他就答应离婚。你说11这辈子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怎么遇到这种渣男呢？对呀，你不知道，昨天我听到声音赶过来的时候呀，那个场景啊，我到现在都不敢回想。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不是人的东西？离婚就离婚嘛，到底有多大的仇恨，还要置他于死地？就是畜生不如！童话说雨后会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先去忙别的吧，这里一会儿再收拾。好。只要你今天陪他们1晚，我就答应你。你既然那么想要离婚，那不然就让我看看你的决心。爱的浮现，雨后的天空中，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。天使的安慰，亲吻这世间万种。我记得11对酒精过敏的，但他却为了钱，还是不顾危险，毫不犹豫地接下来江心月的游戏。我都是气过了头，才会提出那些无理的要求。那些人是江心月的朋友，他们应该懂分寸，知道什么人该碰，什么人不该碰。我就这么走了，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他那个时候该有多害怕。贺总，我之前从包厢里找到了太太的戒指。不会是他的，肯定不是他的。相同款式的戒指有很多，不可能是他的，有可能只是长得差不多而已。不是他的，不是他的。诗音，这枚戒指是我亲自设计的，上面镶嵌着我俩的名字缩写，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代表着我们独一无二的爱，也代表着我对你的忠诚。
是我送给他的，这是我送给他的。让他替我倒带。诗音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要摘下这枚戒指，因为它代表着我们永远陪伴着彼此。假如把犯得起的错，自从上次婚礼那件事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戴过婚戒，而11却一直都戴着，他从来都没有摘下来过。他从来都没有摘下来过。何总，姐儿，何总，姐儿，他不要这枚戒指，他骗到我了。何总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。尸体找到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那有没有可能，说明他还没有死？说明他还没有死。昨晚那些人畏罪潜逃了，我们正在全力追捕中。但听周边的人说，亲眼看见他们把一个人扔进江里了。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，那几个人是刚从里面出来的，他们有好几次前科，他们之前和江小姐是邻居，其中一个曾经是江小姐的前男友。给我找，一定要找到他们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何总，思年，你回来了。你所谓的朋友，就是刚从牢里放出来劳改犯啊！思年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死性不改啊！他们要是不改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带你去见他们呢？以前能有什么样的人，你心里不清楚啊？思年，你冷静一点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你是不是有11的消息？思年，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父亲了。本来我是想过几天再告诉你这个惊喜的，但是今天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你了，好让你去晦气。江心月，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不要挑战我的代价？思年，消消气，宋诗怡已经死了，我想让你开心一点。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你还敢提宋诗怡，还敢算计我！思年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敢算计你呢？这些年我用尽保护措施，根本就不会让任何人怀孕。这个孩子怎么来的，你心里比我清楚啊！对不起，思年，可是这个孩子已经来了，你总不能……来人，送他去医院。思年，你想通了，我一定会乖乖生下孩子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把他肚子里的孽种打掉，别再出任何意外。是。何思年，你不能这么残忍，他是你的孩子。
师爷，师爷，师爷！贺总，我来整理一下宋小姐的衣服。站住！捞了58万，这么快就花完了呀？啊，宋诗怡啊，我是不是该夸你一句？敬业啊！啊？哦，也是，捞女的本分嘛，就是把钱花在包装自己，好寻找下一个目标上。不过奉劝你一句啊，省着点花。现在全海城谁不知道你宋十一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？一个在婚礼上坐地起价、明码标价的捞女。你以为还有哪个冤大头会像我一样对你这么大方啊？这些十一从来都没有找我要过1分钱，我以为只要给了他贺太太的身份，即使不给他1分钱，他也不会过得很差。这双鞋啊，是我去年送给太太的礼物，她好像很少收到礼物。拿到鞋的时候，她眼睛都笑眯了，一直说张姨真好。可是啊，这个只不过是一双价值不到100块钱的鞋。贺总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别人不相信他，骂他也就算了，你作为他的爱人，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他呢？如果他图你的钱的话，那他嫁给你之后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非得在那天开口向你说那样的话？你有想过吗？而且夫人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，您真的一点都没有看到吗？申英，其实你一直都不知道，从一开始，所有人都不看好我们，他们都说你是为了钱。思年，妈妈不是想干涉你的感情，只是婚姻讲究门当户对。宋十一的家境太过普通，甚至可以说是负累。她那个生病的母亲就是一个无底洞，她看中的恐怕不仅仅是你这个人吧。你们早不长久的，现在做了断还来得及。爸妈，十一不是你们想的那种，他独立坚强，从来没跟我要过什么。这个婚我结定了，而且我会向你证明，我没有选错人。
我带着全世界的反对，义无反顾地走向他。我以为那是我们爱情的圣地，可是婚礼的那天，宋时宜的坐地起价像狠狠扇在我脸上的耳光。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现在后悔，可惜晚了。娶这么一个货色进门，贺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没什么关系，58万看清一个人，这对于贺家来说不算贵。只是你既然已经把人娶回来了，往后该怎么对他，你自己心里得有点数，不要让他真以为进了我们贺家的门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坏了规矩。所以结婚之后，我才疯了似的跟其他的女人接触，就是为了报复宋时宜，为了报复她对我们感情的侮辱。张一言，我真的做错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贺总，自从你们结婚后，你就一直没去看过时宜的妈妈了。你去看看她吧。这间病房的人呢？贺总，宋小姐前段时间就已经交不起疗养费了，已经把她妈妈接出院了。这家医院早就被我收购了。宋时宜是我的妻子，她作为老板娘，你们居然还收她的钱，还因为欠费让她把重病的母亲接走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贺总，这不是您亲自吩咐的吗？您难道忘了？就在您和夫人结婚后第2天，您让助理过来传话，说医院一切运营必须标准化，所有费用必须明码标价，还说包括夫人在内，一定不能搞特殊化。我们也只是严格按照您的要求办事罢了。是，我亲手解除了宋时宜的所有特权。离婚啊，好啊！你帮我当初买点彩礼，58万，一分不少的给我退回来，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舍得放弃我贺家的富贵。宋时宜，从结婚那天起，你坐地起价，把我贺家的颜面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。现在不过是我用钱换来的你，我什么资格？贺总刚才定了门禁，超过晚上10点钟，任何人不能出入，也包括你。贺总，我是宋小姐母亲之前的主治医生，有件事儿在心里压了3年了，还是决定告诉你。当年是您的母亲让我在你和宋小姐婚礼当天打电话，告诉宋小姐她母亲病危，需要先做手术。宋小姐迫不得已才临时提出要加彩礼的。当年我还没离职，不敢反抗你母亲，但现在宋小姐因为意外离世，我也很内疚。
还有，当年事后，你母亲又以特派医疗团队为由，收走58万支票作为押金。后来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宋小姐从头到尾都没拿你一分。妈，当初彩礼的事，是不是娘想操作？宋十一给你说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让我这3年，看起来就像一个传统成为的傻瓜。我恨她，羞辱她，把她当成世界上最不堪的捞女来报复。结果这一切，都是你导演的一场戏。你看着这3年，她被辱骂，被人看不起，被人嘲讽，你心里就没有一丝后悔吗？贺思年，让他被人看不起的人是你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会纵容别人嘲笑他。他受到的冷眼，都是因为你的漠然和不作为。当初那些事情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宋时宜就没有跟你解释过吗？那天改彩礼是事发突然，是我妈突发脑溢血了。如果钱不到账的话，手术没有办法进行。我真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才会在那种时候跟你说那样的话。为了钱，连自己亲生母亲的命都可以用来当做撒谎的筹码。是，他明明跟我解释了，我为什么就是不相信？妈妈当初看不上宋时宜的身世，觉得她这种女孩都富有心机，是怕你被骗。但是跟她相处这3年下来，她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。作为对她的道歉，你想找的那几个人，我已经派人送你家去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你的事。说，你们到底把宋时宜怎么了？何总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是他，都是他干的。贺总，那天不是您说的吗？让宋小姐陪我们一晚上，您就跟她离婚，我们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办事的。思念，贺总，我已经把孩子打掉了，我该受的罪我已经受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那天要不是你刻意挑唆我，恶意刁难时宜，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今天，我就要让你们来给宋时宜陪葬！何总。贺思年，你就是个懦夫！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呢？宋时宜被人骂捞女，被人人唾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阻止呢？你当着他的面
和我亲密缠绵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她是你最爱的妻子呢？要不是你，宋时宜也不会被他们糟蹋。现在好了，他死了，你又开始装起深情人设。我告诉你，完了！什么？宋时宜死了？我冤枉！他不是我杀的，还敢狡辩！有人亲眼看见你们在江边抛尸，抛尸？那不是，那是我们从工地里偷了一批工具，卖不出去了，扔到江里，消灭罪证罢了。对，我们真的没有杀他，给我们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们也不敢啊！是，这么说，石一他没有死？说，现在人在哪儿？说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我留着你也没有什么用。等一下，那天我们是想爽一下来着，但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一个大妈拿着菜刀突然拼了命的冲进来，我们也不想惹事，就先走了。至于后来的事情，我们也不知道了。你是哪只手碰的的？还有你们，到底做了些什么？贺总，对不起，饶我们一条生路吧，贺总，求你了，贺总。都飞了吧，然后送你去。贺总，我全招了呀，贺总，饶了我们吧！怎么回事啊？帮我去查宋时宜的下落，就算把整个海城翻个底朝天，我也一定要找到他。不烫吧？来了，我去看看。张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我今天刚好休假，来看看你和你妈妈。时宜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？好多了。张阿姨，那天要不是你，我也是。住手！救命！滚开！时宜，别过来！滚！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滚！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滚！去，别他妈坏老子的好事儿！是个不要命的，惹不起啊！兄弟们，走！时宜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你妈妈还在等你呢，坚持住啊！这卡里有些钱，你先拿着，带妈妈回老家吧。啊！张阿姨，那天的事儿真是谢谢你了。还好那天我突然想起来给你送个晚饭，要不然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想了。现在你和你妈妈就好好的住在这里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，别回头。张阿姨，我最近找到了份工作，在咖啡厅当店员，收入呢也不错，平时有时间照顾我妈妈。看着你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别在门口聊了，进屋。哎。